Hello，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今天是7月13号的复盘视频 ，Lucy 要用技术面结合消息面双剑合璧，帮你拆解市场。记得点个订阅，再打开旁边的小铃铛，翻倍机会不踏空。今天呢，我们还是从两个方面呢，会去聊一下纳指的一个走势情况。那纳指呢，周五还是收了一个小的一个十字星。那下周的话呢，其实变盘的一个时间点呢，就非常近了。那紫色飘带的一个修复呢，是迫在眉睫的。那第二个方面呢，会去分析一下 MSTR。谷歌还有 AMD， 因为本周呢 Lucy 带着我们的粉丝朋友和我们的一个财生朋友呢做了这3只股票，那么收益呢也还是不错的。另外呢还去分析一下我们粉丝朋友比较关心的甲骨文还有 Coinbase 的一个股票。那如果说你也喜欢 Lucy 的技术分析的话，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回复一个888支持一下 Lucy。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纳指的日线走势图。我们可以看到呢本周最近的2天呢都是收出了小小的一个十字星。那其实呢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知道纳指它这一轮的一个上涨，其实十字星出现的是非常多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你出现十字星之后，我们就知道变盘呢就是非常接近了。我们在这个第2轮的一个九转，你可以看到十字星出现之后呢，它后续呢是出现了一个回调，去接近我们的一个紫色区域的一个上边界。那后续呢出现了一个反包之后呢继续拉升。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有看到这个十字星之后呢都会出现变盘。所以说我们看到周4和周5的2根十字星呢，其实周4出新高之后，周5并没有。所以说下一周的话，有可能它会去修复一下我们的一个紫色飘带的一个上边界，那可能会微微出现一些调整。那其实呢本周我们是有用9号 K 线去最低点去做一个防守的，但是呢它是出现了连续2天的一个新高，那指数来到了 20,655.39 这个位置。当然呢下周的话，如果出现变盘，其实呢我们会有几个的一个点位呢去做一个防守。那么第一个呢就是5号 K 线的一个最低点。那我们知道就是在这个 TD9 的一个结构当中呢，其实5号 K 线呢是一个防守的一个第一个位置。那么第2个位置呢就是结构9的一个这个1的一个起始点。如果说这2个点不会被跌破的话，那么它的一个回调呢其实空间就不会很大。那么从这2个点位的话，我给大家总结了一下，它的这个1号 K 线的最低点呢是 19,809.62， 那么5号 K 线的一个这个最低点呢是 20,266.36。 所以说呢其实如果说现在这个位置回调的话，到5号 K 线呢其实没有多少空间。所以说大家呢也不用太紧张，我们的一个这个仓位本周呢其实已经这个降下来了。因为在这一轮的一个反弹过程中， Lucy 一直提醒我们的财生朋友，就是你的仓位不要重，屡创新高的一个阶段的话呢，一定要这个做好滚动的一个操作。那我们来看一下我星期五给大家写的一个这个盘前广播。那纳指又新高了我已经不想再写点位了。那这一次呢其实是一根单针探底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证明盘中的话是有这个比较深的一个跌幅呢，其实是会被消息影响的。那今天过后呢会收到一根小阳的一个周线。其实我有讲过，这个纳指呢本周其实没有太大的变化，主要是在下周。所以说操作思路的话呢，还要坚持一些这个低吸高抛的一个这个滚动交易模式。那我们会说这个周线呢它实体会慢慢变小，所以说上涨动能呢有可能有一些衰竭，所以变盘点的话可能会在下周。所以我们在周五的时候呢 Lucy 已经把这个高点的一些股票呢基本上全部卖掉了我的 option 全部都清仓了，那就等待下周的一个机会再去这个介入。所以说我们给到一个止盈的一个点位呢就是20,490.55， 所以说这个位置可能有一点高，但是也可以保住我们的一个利润。那周 K 线如果开盘位置跌破的话，那我们就肯定要把波段呢先跑出来。所以说在这个过程我们的一个纳指的话，它走的虽然这种比较稳健的这种 TD9， 但是呢它经常出现这样的小十字星的话，那后面呢我们知道它的一个衰竭呢就会很快。那接下来呢就要去看它一个调整的一个动作。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我们看到了纳指的 MACD 的话，这个位置呢还有一个这个未出现的
死叉，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下周要去看，如果说出现了死叉的话，那这一轮的一个这个反弹的话，我想啊，应该算是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这个结束了。那当然呢，我们的一个三彩童子啊，酝酿了很久，一直没有出来，所以下周的话，我们还要去看一下是否有三彩童子的一个这个出现。那这个就是纳指。那接下来看一下啊，我们本周呢跟踪的一些股票有什么样的一个表现。首先呢就是 MSTR 啊 ，MSTR 的话在这一轮的一个反弹呢，其实还算是比较有质量的，而且本周呢其实周三、周四周五给到的一个空间还算是比较大的，在这个位置呢是从400块啊涨到了接近440啊，最高我看到了439，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10%的一个涨幅。当然在这个过程，如果说你是财生朋友或者是 Lucy 的这个资深铁杆粉，你就知道我们在6月25号这一天呢就已经跟踪了 MSTR 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呢这个变盘点的话，实际上我们是通过这样的一个阴 K 阳 K 啊去这个稳住的。当然呢在这个过程其实也比较磨人啊，比较纠结，因为它这个位置呢其实是回踩过颈线位的，也就是说 Lucy 呢用到了393这个颈线位啊去防守住了，最终拿到了啊这一部分的一个利润。当然我的 option 呢在这个周四到周五的一个区间呢也给到了 2.6 倍的一个收益。那我们来看一下 MSTR 它就此就结束了吗？那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了，其实它的一个这个筹码呢基本上都是汇聚在这个380到400区间，而且我们看到我们现在有这个紫色的一个飘带的一个出现，也就是说短期的话我们看到了多方的一个这个转化，从空方转化成多方的一个这个变化，其实呢就是后面的一个空间的话会比较大，就是后面的一个想象空间会比较大一些，因为这个位置是没有筹码的，所以呢套牢盘几乎没有，所以在这个过程呢它的一个上涨空间会比较大。那它的一个上面的一个压力会在哪里呢？ Lucy 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来说一下近期 MSTR 呢，我盘前给到大家的一个文字的一个描述，就是说延续上涨的一个趋势呢，第一压力位421这个位置呢是顺利达到的，但是盘后和夜盘呢，因为比特币的一个暴涨再次联动，所以说这个消息呢，其实我们能这个看到，其实比特币呢它一直在那个上沿去这个震荡，没有跌落，所以呢它既然选择了向上，那 MSTR 肯定会跟着它的一个股价呢向上。盘前431我还说保守了，最高看到439，那目前股价呢是黄 K 啊突破平台的一个位置，那压力线变成支撑线啊，这一个线呢其实就是421这个位置啊，所以说呢彩虹带上方比较远，那会有一个回归的一个动作，所以我们财生呢要做好这样的一个高抛和低吸。那我们现在看到了它现在是一个黄 K 的一个动作，那我所说的它的一个回归呢，就是因为紫色飘带的一个粉色线呢还在这个位置，所以说下周的话我们的一个参考标准呢就是以这个黄 K 的一个最低点，如果说被跌破了，它有可能还会去找一下这样的一个这个修复的一个动作，毕竟我们看这一段啊它的一个拉升呢还会出现修复。那它的一个上行的一个空间呢，我刚刚说看到什么位置呢，就是它的一个高点前高就是 535.63， 当然这个地方呢如果说达到这个价格，现在我们看到 MSTR 也就才434左右，所以说它会有一个100个点的一个这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的话它不是一蹴而就直接从这个434拉到535，它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震荡上行。那从它的一个股性来看的话，其实呢它也可能会走这样的一个小 K 线呢去达到它的一个目标。那如果说真的走这样的小 K 线的话，那的一个时间拉长呢就会比较长，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认为它有可能会去修复一下它的一个这个我们的彩虹飘带这个是 MSTR 的一个分析。当然呢它的一个空间呢会有，因为我们 MACD 呢现在还是一个这个刚刚浮出水面，就是0轴的一个上方，所以它还在强势区域。那么在这个过程的话，其实粉丝朋友们呢也不用担心，我看到有粉丝问了说 MSTR 呢能不能持有，那 Lucy 认为呢，如果说你是一个波段或者中长线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持有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张图表呢是谷歌的日线走势图。我们看到呢近期这一段那 Lucy 一直有跟踪谷歌的一个走势，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是用到了一些这个战法，那现在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首先看一下我在盘前广播里是如何给大家去描述的。
那么公司得到了机构成本线和彩虹带的一个共振，一会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机构成本线和彩虹带是什么。那在这个成本线支撑附近呢，等待一根超过 5% 阳线是突破180元是最好的。那么我们周五看到了它是突破了180元，并且站上了。那我们是看到股价现在是处于一个单阳不破的一个组合，所以说我们的一个防守价位是 173.54 现在应该是要上移了，所以第一目标压力位是185。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一个位置它现在呢是处于机构成本线呢这组绿色的线，然后呢它的一个彩虹飘带呢现在是一个多头的一个走势，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它其实是有一个这个多方的一个共振的。那我们看到 MACD 呢现在也是一个金叉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周五的这根阳线非常好，而且呢它已经去试探了左侧的这个平台位180元。那我们来看一下它单阳不破是指的哪里这一组K 线呢，其实从这个位置它已经没有跌破这个低点了，也就是173块5毛4这个位置，所以说它向上的话它是要向上行的。那么上方的第一个压力位就是这个185这个位置，所以说其实我的一个文字描述呢就有在讲谷歌它这一段的一个这个比较纠结的一个走势。当然我们的一个低吸的位置呢基本上是比较接近于这样的一个这个边界的一个位置。那我们来看一下，其实谷歌它在日 K 线里面呢，在这一段，也就是说4月份的一个反弹呢，其实是有一些资金的一个流入的。那么在这个地方资金流入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散财童子呢就还没有出来，也就是聪明钱它还没有逃跑。所以在这个过程呢，我们来分析一下，那机构成本线在170块附近，现在股价也才到180，那机构呢，它应该在这个位置10块钱应该不会满足他们的一个胃口，所以说后续的一个走势的话，还是会有一些空间的一个想象的。这个是谷歌的一个分析。那如果说想跟踪一些股票的一个盘前的一个广播的话，那咱们的订阅粉丝注意了Lucy 的这个盘前广播呢，还是有会提到一些比较关键的一些股票的一个方向。如果说你还没有拿到这份独家资讯的朋友呢，那订阅通道就在下方的置顶链接里。那这边 Lucy 会给到我们的订阅粉呢7天的一个体验资格。那如果你是第一次刷到我的视频呢，那你听好了第一步呢是要点击一个订阅。那想跟上 Lucy 的直播分析的一个实战交易呢，Lucy 会给到我们的一个新朋友这个美股洞察的一个体验资格。那么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呢，是每周二、周四和周五的下午5点香港时间，那会给我们的财生朋友直播你可以去这个体验3节课。那如果说3节课你都能跟上打卡的话，那 Lucy 还会给你加7天的一个这个体验，也就是我们新粉丝会得到2周的一个这个盘前体验。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你也可以去跟Lucy 呢去同步观看股票，那这样的话呢也能熟悉一下我的一个这个技术分析的一个风格。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其实我也有给到我们的财生朋友呢一些这个训练期权的一些基础的这些指标，那么为了后续大家能去做期权呢是打一些基础。那么如果说你想进一步学习Lucy 的一个这个技术分析的话，那本周团队的老师们也给大家准备了龙头派对的一个课程，那就是做最赚钱的股票。那么这个课程呢，从7月15号到7月18号是属于交易龙头的一个探寻龙头轨迹的一系列的一个课程。这里边你将学到主力吸筹、趋势异动、机构博弈，还有深度挖掘。那么时间呢是在香港时间的一个上午10点钟会给到大家讲解。所以说如果说你想领到这样的一份这个学习的资料和大礼包的话，那就在视频下方置顶链接里找到 Lucy 的助教老师 Star， 那么给他发送口令口令是这2个字大家一定要记得，你给他发送赚钱2个字，他就会把这样的一个盘前广播的一个频道还有我们的一个课程链接会发送给您所以呢到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查收。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我们捕捉到的这个 AMD 呢，也是比较强劲的一个上涨的。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了AMD 呢，我是这一天给到大家的一个这个提示。那么其实呢，也在盘前广播里写到它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彩虹飘带的一个上边界它出现了一个这个阳线的一个拉升，等于说这个股价呢，在回调的过程中遇到上边界呢，它出现了一个阳线的一个反包，所以说这是一个拐头的一个走势。所以 Lucy 呢在盘前广播提醒到大家，那么是什么呢？就是说技术面上昨天出现了一根这个反包的一个阳线，那也就是说指的是这个9号的一个提醒。那回踩了彩虹带的一个多头线结合机构成本线呢，我们知道它现在属于一个见龙在田的位置，所以我们的财生知道见龙在田的话，这里加一个 5% 的一个这个阳线的话，那就是一个龙头启动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地方龙头启动它还附带了什么？附带了这样的一个波段机会，是我们的财生系统出现了抄底套餐，所以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信号呢，也给到了我们的一个3天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所以说在这个缺口下沿138块7毛7这个位置就是我们的一个买点。随后的2天，周四周五大家也看到了它的一个这个跳空，那这就是一个 5% 的一个阳线嘛，然后呢它会在这个周五呢出现了一个反包，而且呢现在有试探过之前的一个高点，也就是147这个位置。所以说刚刚呢这边看到了一个缺口，那个这个缺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 AMD 它在这个下降的过程中，其实是上方是有个缺口的。那么这个缺口的一个价格呢是153块04，我们知道上行的一个缺口是要被顶掉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呢，我给大家去分析一下为什么说它会顶掉这个缺口。因为它在这一路这个黄色飘带的一个过程中，你会看到它不同程度的会出现白 K 白 K 甚至是这里白 K。那么每次出现白 K 呢，下方都会对应的聚宝盆资金的一个流入。那这些资金的一个流入呢，是在下降过程中去建仓。那么在反弹的过程，我们知道机构成本线呢大概的一个这个价位呢是在125到130附近。那如果说现在股价才来到了147的话，那还是同样的一个思路，那机构它会满意这样的一个收益吗？所以说接下来的一个股价呢 Lucy 会看到153块钱的一个位置。那么就是现在有一点点遗憾呢，就是说本周的话，其实 MACD 的话还没有金叉，所以说下周的话，只要股价一拉升，那它的一个金叉就会出现。那毕竟现在这个位置呢，散财童子是没有这个出现的一个迹象的。MACD 也没有出现背离的一个迹象，所以说 AMD 呢还是值得我们去继续跟踪的。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甲骨文这只股票甲骨文在这一轮的一个上涨呢，其实这个是比较热门的一只股票，因为它的一个拉升幅度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看见呢，它这个股价是偏离了我们的这个紫色飘带很远的一个距离。这种走势的话是证明这个拉升是非常强势的。那么我们此前呢也在美股洞察里面去给大家分析过，那我们其实有财生呢是关注到了这只股票。那么它在这个过程呢 Lucy 也提到了说，如果说一旦它出现了这种突破上行三角形的一个走势，那其实就是这个3的一个 K 线，那它将会出现拉升。所以在后续的一个过程我们有财生朋友做到甲骨文的 call option， 也得到了50多倍的一个收益。那么在这个过程呢，其实甲骨文走到现在的话，它出现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组合。在这个5号 K 线的一个上方，我们去画一条线的话，你会发现它走了一个单阳不破的一个走势，而且呢周五它的一个回调的话，它在这个地方呢也没有跌破5号 K 线的一个上沿。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甲骨文的话，它在这个位置呢实际上是给到了一个这个机会。但是我们看到纳指呢，它现在不知道下周会不会变盘。如果说它变盘的话，那甲骨文它有可能会继续一个调整，去接近彩虹飘带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呢，甲骨文在 Lucy 的一个观察池里呢，现在已经进入了。那我的一个分析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些资金流入的去参与，也就是我们上一次去分析
晰的这个三角形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它如果说这个股价呀，它进一步掉落到这个5号 K 线的一个区间里呢，其实也算是比较安全的。那在这个过程呢，我更倾向于它掉到5号 K 线的一个下方。那如果说掉到这个位置的话呢，就有了一个我们低吸的一个这个机会。那这个价格是多少呢？这边给大家画一下啊，就是它的一个 TD5 号 K 线的一个低点，就217块1毛8啊，有可能是它的一个低吸短线的一个位置。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为什么会考虑说它回调呢？其实 MACD 的话是一个死叉，而且如果说这个红色的柱体下周如果会被放大的话，那其实它会进一步的一个回调。所以说我们的一个彩虹飘带呢，在这个地方就是这个紫色飘带，它的一个上边界呢将会成为我们的一个观察的一个重点。因为毕竟啊，从这一轮上涨甲骨文的话，它还是比较强势的。那它最近的一次啊，在这个地方呢，它是接近了，后续呢并没有出现接近这个粉色的位置。所以说在这个地方的话呢，我们还要去看一下甲骨文的一个股性。其实从30分钟呢，它的一个变化来看呢，现在是有一些差异的。我们来看一下，仔细看一下它的小周期，就30分钟它现在有一点点出现聚宝盆的字样了，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资金的一个流入，所以说这也是进入Lucy 观察池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那我们看到其实60分钟的话，它现在呢还飘在一个加速区的一个位置，也就是我们的一个龙头引力的一个加速区，所以说它现在还没有出现我们的一个资金流入的一个共振。那在这个地方呢，其实我们是要等待一个抄底套餐的信号。那也就是说在等待的过程中，我们要不断的去跟踪和观察，所以说现在还没有出现呢，那我们就再等一等。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的一个走势。其实呢，最近Coinbase 的话，我们是在这个位置去发现它的一个机会的。那么在这一天的话Lucy 在盘前是写了广播的，提醒到了说 Coinbase 它有可能会因为机构成本线的一个支撑，包括我们的一个这个紫色飘带呢，它还没有进行变盘，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是会发现它的一个这个非常非常经典的一个见龙在田的一个位置又提到了这一个战法。所以说它的一个5%以上的一个变盘呢，就会出现它向上的一个拉升。我们知道这个1号 K 线呢是大概7%的一个拉升，所以说后续呢Coinbase 也走出了一轮疯狂的一个上涨。那么在这个过程呢，现在我们看到了第一轮九转的这个地方呢是出现了一个跌破，但是它没有跌破6号 K 线的一个阳 K， 也没有来到它的一个底端，所以呢强势如 Coinbase 它后面又走出了连续的几根阳线。但是在这个过程呢，我们看到了其实呢它这一轮的上涨与这一轮相比呢，其实差的不是一点点。而且呢在这个过程我们看到它的一个5号 K 线的一个这个位置呢，是看到了有一些资金的一个这个流入，当时它的一个筹码峰呢是在这里。我当时也给我们的财生朋友呢去讲了这个机构资金它是如何去埋伏的。那么现在呢 Coinbase 它已经涨到了接近快400块钱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在埋伏在这个位置的一个机构资金的话，就有部分的一个减仓流出了。那么这一段的话有可能是机构加散户共同的一些资金的一个出现，所以在这个地方我呢更倾向于说等到它回调到我们的一个这个彩虹飘带的一个附近呢，再去看一下它的一个情况。那也要看一下这里埋伏的资金到底有没有出逃。那现在呢好的一点就是说它现在呢 MACD 还没有出现死叉，而且呢机构资金也没有说大幅的流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它有可能为了完成这样的一个 TD9， 后续呢还会有789的一个位置。那么789的话只要不跌破这根5号 K 线呢区间就可以了，所以说它出现的话应该是很容易完成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Coinbase 的一个小级别，那这两张图呢是一个是30分钟，一个是60分钟。那我们可以看到本周其实30分钟呢是有出现这个三彩童子了，它的一个资金的一个流出。那同时呢60分钟也在这个位置出现了。那我们之前的一个抄底套餐呢是同时具备了这个聚宝盆的一个这个共振。那如果说出现了这样的一个三彩童子的一个共振的话，那会不会是我们的一个这个逃顶套餐的一个这个共振呢？那逃顶套餐会不会与我们的一个抄底套餐会形成一个同样的100%的一个胜率？那我们就要看后续的一个 Coinbase 的一个走势来去给我们的一个验证了。
今天咱们的一个分析就到这儿，我们下期见喽，拜拜。